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赢麻了，富山海延播英雄志要上桌了，千盼万盼的富山海延期了。原本定档5月的消息刚出，剧方就火速撤档，原因竟是女配角李凯欣被曝出辱华言论录音。这事儿可把观众整懵了。去年英雄志就因为女二张嘉倪被封杀过一次，现在又摊上这档子事。不过最惨的还的是诚意，2部戏接连被卡，眼瞅着5月都要过完了，观众们只能对着预告片干着急。说起英雄志，那可真是命运多舛。片方就说要播出，结果临门一脚被女二张嘉倪的疯马秀风波拖下水。当时剧组刚杀青，诚意带着腰伤还在复健，突然就接到整改通知。更闹心的是，这剧还因为没完成备案就开拍，被卡在审查环节动弹不得。直到去年年底，才传出产整改版要重新送审的消息。现在好不容易熬到2025年，眼瞅着5月能上线，结果又撞上富山海延期，硬生生被挤下档期。不过观众们倒是不慌，毕竟英雄志的硬核剧情才是真招牌。这部改编自孙晓同名小说的武侠剧，讲的是明朝土木堡之变背景下的江湖恩怨。诚意演的书生卢云最让人揪心，考科举被陷害，坐牢受酷刑，最后硬是靠着信念撑过来。有书粉翻出原著对比说，卢云被扔进赵狱那段，诚意演的比书里还惨，指甲缝里都是血痂，还装得文质彬彬。这种文弱书生突变铁血硬汉的反差，正是剧集最大的看点。说到诚意的付出，剧组流传的拍摄花絮够拍80集纪录片。为了演好前期病弱的卢云，他连续28天只吃水煮菜，受到下颌线能割伤镜头。有场雨中打戏，他穿着单衣在零下5度的片场拍了17个小时，收工时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最狠的是武打戏，他坚持不用替身，结果威亚断裂导致腰椎重伤。当时现场工作人员都吓懵了，他却说：“卢云能爬起来，我就不能趴下。”这种戏疯子的劲头，连武术指导都竖大拇指，20年没见过这么拼命的。不过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。当年莲花楼爆红后，诚意成了古偶专业户，但转战正剧却屡屡碰壁。英雄志拍完2年还没播出，眼瞅着同期演员都开始演电影，他还在反复补拍镜头。有粉丝统计过，这2年他至少推掉5部电影邀约，就为等英雄志上线。最近路透照里，他瘦的颧骨都凸出来了，粉丝心疼喊话：“哥，你该吃饭了。”反观富山海的延期更让人唏嘘。这部改编自温瑞安神州奇侠的新武侠剧，开拍时那叫一个风光，700万预约量创纪录。诚意提前3个月练剑术，剧组光宋代建筑就搭了半年，结果开拍3个月就出幺蛾子。先是服装从刺绣锦缎换成粗布麻衣，接着诚意拍打戏摔断腿，最后女配李凯欣的录音门事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最惨的是粉丝自发组织的灯光秀，高铁应援全成了沉没成本。有人算过账，全国10几个城市的应援加起来够拍3集了。这2部剧的遭遇，其实暴露了武侠剧的生存困境。现在仙侠剧靠5毛特效就能回本，但讲究实景搭建的武侠剧却成了高风险投资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英雄志单是兵器道具就烧了800万，非遗匠人打造的配件一柄就要5万。但资本更愿意砸钱在流量明星身上，像诚意这种戏痴反而成了高危资产。难怪有导演感叹，现在拍武侠剧得先做好赔本准备。不过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虽然2部剧都延期，但英雄志的讨论度始终居高不下。
豆瓣小组里每天都有卢云今日上线的打卡。B 站二创视频播放量破亿，有 UP 主把程毅雨中练剑的片段配上男儿当自强，硬是冲上热门榜单。这种野火烧不尽的期待，恰恰证明好作品永远不会被埋没。眼下5月已经过半，虽然官方还没敲定具体档期，但种种迹象表明《英雄志》可能在6月突围。有消息说央视已经预留了暑期档，就等最后审批。倒是程毅最近瘦得更明显了，粉丝猜测他可能在为复拍做准备。要我说啊，这江湖路远，总得有人守着心中的侠义。就像卢云说的，剑锋折了，脊梁不能弯。程毅大获成功，赴山海延期《英雄志》即将上架。说句心里话，最近追剧的人真的特别折腾。程毅演的2部大戏《赴山海》和《英雄志》就跟坐过山车似的，一会儿说5月能上，一会儿又说要整改，看得人心里直痒痒。特别是《英雄志》，从就开始造势，结果硬是拖了2年还没个准信儿，网友都调侃说这句是望穿秋水型选手。先说《英雄志》吧，程毅为了演书生卢云，真是下够了功夫。听说他拍文戏那阵子，3天只吃1顿沙拉，瘦得连领口都松垮垮的，有场戏差点低血糖晕倒。拍武戏更拼，明明可以吊威亚，非得自己爬高上低，结果摔得腰都直不起来。剧组其他人看在眼里，跟着他一起不用替身，整个剧组跟军训似的。可就因为女2号突然出事，这戏直接卡壳了。后来虽然重新改了剧本，加了科举考试和江湖恩怨的戏码，但观众等的实在心焦。网上天天有人刷求放过程毅吧。再说说赴山海，本来要和肖战的《藏海传》正面刚，结果女2号李凯欣突然被扒出黑历史。这姐们之前当助理的时候，在网上骂中国观众，还说过春节不是中国节这种离谱话。消息一出来，剧组连夜把她的戏全删了，结果剧情直接断成3节。更扎心的是，这剧拍的时候就有问题，程毅前3天的造型精致的能去走红毯，后面突然就敷衍了事，同一件衣服改吧又接着穿。现在延期到5月下旬，正好赶上《藏海传》热播，估计收视率要被抢走不少。我觉得吧，这事儿就跟种庄稼似的，演员是种子，剧本是土地，制作团队就是种地的老把式。程毅这种戏疯子就像优质种子，光靠他自己发芽还不够，还得看老天爷赏不赏脸。就像《英雄志》剧组，光改剧本就折腾了7、8回，审查改了10几稿，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都快面目全非了。网友经常说拍戏就像打仗，现在看来这话真不假，既要应付审查这个敌人，又要跟市场这个天气斗智斗勇。现在观众也学精了，不再光看明星脸色。就拿《英雄志》来说，虽然程毅的粉丝天天在微博刷期待值，但普通观众更关心剧情合不合理。有观众吐槽，光知道程毅瘦成纸骗人，可这故事讲的是啥？科举考试和武侠打架有啥关系？这种质疑声多了，就算演员再努力，观众也不买账。反倒是赴山海这种本来要搞大制作的，结果因为经费不足，后期特效都做不起，程毅分饰3个角色，结果服装都省了，同一个造型反复穿，观众看着都出戏。说句实在话，现在影视行业就像走钢丝，平台采购价压缩到成本价的70%，制作方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听说赴山海拍雨戏的时候，程毅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冷水里泡了7小时，结果高烧39度还坚持拍完。这种敬业精神值得点赞，但普通观众更关心的是我们花的钱到底值不值。就像买菜的挑新鲜的一样，现在观众选剧也讲究性价比，光靠明星撑场子根本不够看。
最近跟小区里的大爷大妈聊天，发现个有趣现象，他们追剧跟年轻人不一样，不看流量，不看热搜，就认准故事讲得好。有位大妈说，英雄志要是真能把科举制度拍明白，叫孩子咋考公务员，我都愿意看。这话虽然糙了点，但道理不糙。现在观众眼睛是雪亮的，你要是光搞些花里胡哨的特效，剧情漏洞百出，就算请来10个诚意也没用。这事儿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，拍戏不是搞突击的，像盖房子打地基。诚意这种戏比天大的态度值得学习，但光靠演员不行，整个团队的跟上。就像英雄志剧组整改期间把科举制度拍得明明白白，让观众看到读书人的不容易，这才是真正的创新。要是光靠明星耍帅，再好的演员也就不了烂剧。眼瞅着5月都过去一半了，2部剧到底能不能按时播出还是个未知数。观众们倒是不着急，反正现在短视频看不完，正好把以前错过的经典老剧补一补。倒是那些投资方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，再拖下去，演员的档期都得重新排，广告商也要撤资。听说英雄志的广告植入已经改了3轮方案，就怕开播那天没人看广告。说到底，这事儿跟咱们普通人过日子差不多。做事的讲究个细水长流，不能光想着走捷径。就像种庄稼，该施肥施肥，该除草除草，光靠浇灌化肥可长不出好庄稼。影视行业要发展，还得靠真心实意做内容。最后抛个问题给大家，要是英雄志和富山海真在5月撞档，